继假仁慈被揭穿后，基地也遭火箭弹袭击。为何说美国在叙利亚现在是既挨打又丢人？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当拜登面对着国内各种不利因素时，美军从叙利亚撤军只是时间问题了。这可不是胡乱猜测，而是事实。要知道，美国当前在叙利亚的控制力已经远远不足以颠覆巴沙尔的政权了，更不足以支持美军实质性控制叙利亚东北地区。其实，为了加强美军在当地的影响力，美国国内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，然而这种支持是打了个双引号的。据了解，为了能与当地居民处好关系，美国国际开发署经过一段时间来制定计划后，决定向叙利亚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发放大约3000吨的小麦种子，帮助当地的农民们解决食物问题，同时也是为了弥补美军当初破坏了大片麦田的损失。从表面上看，美国似乎是良心发现了，但经过叙利亚官方的仔细调查，却发现这原来是一个陷阱。美国为当地农民们提供的麦种中含有各种大量的病麦，其中很多都带有病虫害，如粒线虫病，根本就不适于种植，不能种也就算了，这种病甚至还会传染，给当地的小麦造成大量病虫害，甚至导致绝收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简直成为了叙利亚的救星。在今年上半年，对经济、人文等方面的建设，中叙双方签署了一揽子协议。我们承诺全力支持叙利亚实现战后重建，并在贷款、货币互换等方面给予帮助。而这一行动，光是启动资金就需要3000亿美元。要知道，这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会投入当地的建设中，而不是像美国那样送点麦种，结果还是病麦。为此，有西方媒体坐不住了，称中国与美国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美国走了之后的空白会由中国补上。好在叙利亚方面心里十分清楚，中美对于叙利亚来说哪个国家更为重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了中国与阿富汗达成合作后，中国直接帮阿富汗拉了一条专线卖松子这一新闻。总之，看到了中国市场的甜头后，叙利亚现在也坐不住了，也想获得阿富汗的待遇，毕竟叙利亚也盛产松子。于是乎，在11月23日，叙利亚人直接发射了5枚火箭弹，炮轰美军基地。而叙利亚这种站在美军对立面的做法，被俄媒评价为这中叙在所有领域展开合作的开端。简而言之，继假仁慈被揭穿后，基地也遭火箭弹袭击，美国在叙利亚现在是挨打又丢人，但这又能怪得了谁呢？相较于唯恐叙利亚不乱的美国，叙利亚选择中国是必然的，也是正确的选择。印度总算出现了一个明辨事理的人了。为何说印度知名学者罕见替中国发声？又为何站在中国角度猛烈抨击美国恶劣行径？敬请关注本期内容，了解详情。近期来，美国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霸权，就不断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干扰，想要用一些阴谋诡计来遏制我们的发展。因为面对眼前这个迅速崛起的东方巨龙，美国感到了恐惧。他们害怕，如果任由中国迅速发展，很快中国的实力会超越美国，从而取代他们在全球的地位。所以在遏制中国发展这条路上，美国下了不少功夫。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印度就成了美国用来牵制中国的一个发力点。因为美国人知道中印两国因为边境问题本来就存在着矛盾，所以他们就一再的怂恿和教唆印度人来对抗中国，蛊惑印度当局，让其误以为美国会坚定地站在自己的身后帮助印度。所以事实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，印度确实是上了美国人的当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态度很是嚣张。但令人诧异的是，近日印度却突然出现了一位明辨事理的学者，公开反美，罕见为中国发声，站在中国的角度猛烈抨击美国。这样的举动引起了各界媒体的广泛关注。据相关消息报道，近日印度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维贾伊·普拉沙德在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表示，西方的殖民思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，美国也一直都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，在和世界上的其他国际展开外交。普拉沙德还称，美国的人口只占到了世界的4%至5%，但是使用着世界上25%的资源。他们将制造业转移给了中国，包括手机、水桶、螺丝等等，然后一再的指责中国的碳排放量太大了。那请美国试试将制造业转回到美国境内，看看你们的碳排放量到底有多高。如今美国喜欢指责中国做得不好，喜欢对其他国家说教，那是因为美国的殖民心态一直存在。对此，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，印度总算出现了一个能够明辨是非的人了。正如这位学者所言，美国之所以会拿出一些自己编造的理由来指责其他国家做的不对，就是因为美国人心里一直都延续着这个世界美国说了算，延续着美国最大的思维，所以他们在很多事上都持有双重标准的态度，因此处处跟中国作对。总之，我们奉劝美国，时代在不断的变换，那个美国可以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所以跟其他国家合作，共同推动国际发展，才是美国应该做的。其次，印度应该看清局势，不要被美国当成工具了，这样对印度是没有好处的。
印度即将许获 S-400，中巴联合向印度送上贺礼，让兴奋的印度感受到了阵阵寒意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前段时间，印度人非常高兴，因为他们苦苦等待的 S-400防空系统终于快到手了。俄罗斯宣布将在不久之后向印度军方交付第一套 S-400防空系统，这是非常值得印度庆贺的时刻。毕竟，印度人眼中的老对手中国已经装备 S-400很久了，并且还将其部署到了中印边境，这让在边境地区动作不断的印度人感到非常不舒服。S-400防空系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印度为了购买这款防空导弹，不惜冒着被美国制裁的风险，斥巨资从俄罗斯购买了这款武器。别看印度军事实力位列世界前列，但是他们自主研发武器的能力确实不咋地，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 S-400，他们非常兴奋。然而，最近中国和巴基斯坦连番做出的动作，瞬间让还处在兴奋当中的印度感受到了阵阵寒意，还没来得及迎接 S-400，就受到了中国的警告。巴铁还给印度来了个下马威，双方为印度许获 S-400送上了一份大礼。中国警告印度这件事，还得从印度一直在边境地区挑衅说起。众所周知，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，近年来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先进装备，想要通过军事施压的方式迫使我国妥协，在谈判中进行让步。面对如此嚣张的印度，我军自然要做出震慑印度的举措。随后的事大家都听说过，我军派出了轰六 K 在中印边境进行巡航，这是对印度的警告。而中国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，在印度即将许获 S-400前夕，我们的巴铁为印度送上了一份大礼。据环球时报11月26日报道，本月25日，巴基斯坦军方成功试射了一枚沙星 1A 导弹。在外界看来，巴铁这次试射非常具有针对性。据印度方面宣称，首批 S-400防空系统将被部署到西部边境地区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将会被用来对付巴基斯坦。所以，这次巴基斯坦试射沙星 1A 弹道导弹，实际上是在和印度针锋相对。巴铁的这款沙星 1A 弹道导弹突防能力极强，并且核常先辈，关键时刻可以携带核弹头进行打击任务，是一款非常卓越的弹道导弹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无论中国警告还是巴基斯坦送上的大礼，对印军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甚至可以说，中巴两国联手给印度一直谋求大国地位的梦想给了狠狠一击。12次提及中国，德国对华政策大变天，要来搞事情。德国媒体揭露背后用意，转眼就被自己小弟打脸，没实力抗衡就闭嘴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在谈到中国发展时，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都抱有一种固有的偏见。在过去，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一现象归因为无知，或者是媒体的错误引导。但是现如今，即便是一个个鲜明的事实摆在面前，很多西方人却仍然不想去承认这个事实。在明知中国实力愈发强大之际，一些国家却仍然要摆出一副鸡蛋碰石头的架势。据官媒《环球时报》最新报道称，在默克尔下台之后，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将大变天。据详细报道介绍称，在最新的一次德国3党新闻发布会上，其公开了一份联合协议。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德国在这一协议中总共12次提到了中国，相比于上一份协议，这一次数呈现成倍增长。而且在某些地方，德国大谈特谈中国内政问题，俨然一副美国做派。从这里也明显可以感知到，德国这一份新公开的协议对华并不友好。至于德国为什么这么做，随后德国媒体也给出了相应的解释，他们相比以前显得更自信。现如今，中国的发展世界有目共睹，因此就有了美国全方位的对华打压，而美国盟友跟随美国趟这趟浑水，除了有向美国表忠心的意味在，更多的还是为本国谋利益。随着中国所在的印太地区越来越成为国际热点地区，不少西方国家开始插手这一地区事务，干涉中国内政，借此来扩大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。这同德国媒体所说的相比以前显得更自信不谋而合。从侧面来看，这也恰好说明了德国是在承认中国的强大。不过德国的这一番雄心壮志，转眼就遭到了自己小弟的打脸。克罗地亚外长拉德曼表示，口头上谴责中国很站不住脚，因为欧美国家并没有展示出足够的实力来同中国抗衡。显而易见，这一番话直接让德国颜面尽失。况且不同于西方的站不住脚，克罗地亚外长拉德曼称赞中国强大，给出了具体的实例。在疫情大爆发的时候，第一个对外供应口罩的国家不是欧美国家，而是中国。这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担当。相反，一些天天将人道主义挂在嘴边的西方国家，却纷纷当起了缩头乌龟。所以说，就连美国尚且都无法阻止中国崛起的大势，更何况是一个已经没落的德国呢？德国现在最好的做法是，没实力同华抗衡，就闭紧自己的嘴巴。这也正是克罗地亚外长的潜台词。